湖北考古出土被篡改的《道德经》，更诡异的是，其中还发现了一具2000年前的诡异女尸，尸体被盗墓贼扔臭水沟39天依旧不腐，墓葬主人到底是何来头？女尸不腐的背后藏着什么秘密？新来的朋友点个关注，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1994年3月8日，湖北荆门公安处收到民众的报警，说这个锅店发现了盗墓贼的痕迹，疑似有人盗墓。民警收到这一消息，自然是非常紧张，一群人就在锅店蹲守了2天，果然就逮住了这个盗墓贼。盗墓贼见自己被抓住，也不挣扎了，就将自己团队的行动全盘托出了。原来，盗墓贼花了7天的功夫盗墓，结果只发现了零星的几件文物，其他的什么也没发现。本以为案子到这儿结束，谁曾想第2天，公安大队门口就贴上了“古尸2个大字。头脑反应快的民警很快就联想到，莫非这群盗墓贼是在避重就轻？事实证明的确如此。民警们再次找到盗墓贼，经过一系列的询问才知道，盗墓贼所盗取的这个墓可不是一般的小墓，而是一个拥有着1000年古尸的大墓。据盗墓贼的描述，他们刚一进入盗洞就摸到了一具尸体，鉴于尸体中往往藏着许多的金银财宝，盗墓贼也不管那么多，径直就打开了尸体的嘴巴，往里刨了一通，结果什么都没有找到。不甘心的盗墓贼又盯上了尸体上5颜6色的丝绸，于是大家果断的把这丝绸给扒了。扒完之后，盗墓贼将尸体带出了墓中。当尸体被光线照耀的时候，盗墓贼都惊呆了。原来这具尸体的皮肤看上去还十分光滑，皮肤摸起来还有弹性。这状态着实把一群盗墓贼吓坏了。他们决定拿绳子紧紧的套住尸体的脑袋，并将它抛在泥泞的臭水沟里，上面重新填上好几层厚重的黄土。盗墓贼的一番话可把旁听的考古学家吓得不轻。要知道，要真按盗墓贼的这番说辞来看，这具古尸怎么也是一具国宝级别的古尸，其生平起码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。考古学家当机立断，跟随民警一道去探索那具被遗弃的古尸的存在。10多天后，人们终于在泥土中挖到了这具尸体。当时，这具古尸从出土到再次被藏匿，已经过了39天的时间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整具古尸的皮肤已经变黑，不少部位的皮肤还出现了腐烂的迹象，脖子上遗漏的就是被绳索勒住的痕迹。现场的法医看到这幅景象也是非常惊讶。按道理来说，一具尸体在泥水中放置了这么久，怎么也会变得不堪入目，甚至是难以辨别性别的那种。但眼前的这具古尸显然只是出现了表面的一些破损，基本信息是完全难辨别的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1993年，一具2000年前的古尸被盗墓贼扔在臭水沟39天，考古专家找到后，竟然发现女尸还没腐坏，是尸体有古怪，还是古人真有什么黑科技？1994年，一具1000年女尸在湖北的出土，震惊了整个考古界。女尸的年岁起码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，也就是距今2000多年的时光。从年岁上来说，直接就打败了当时风靡一时的马王堆汉墓尸体。然而，令专家们非常头疼的是，尸体虽然找到了，但他身上的丝绸却被盗墓贼盗走了。想要找到那外衣还需要一定的时间，为什么需要找回那丝绸外衣呢？原因很简单，一般来说，不会腐朽的女尸一定会穿戴极其名贵的外衣，比如说马王堆出土的禅衣，而古人所制造的这类衣服，其精致程度远非现代人可以想象和比拟的。因此，考古学家就极为重视尸体的穿着。庆幸的是，没过多久，在民警的帮助下，这具女尸的外衣就找到了。根据当时在场人员的描述，整个外衣藏在行李箱中，行李箱打开的那一瞬间，所有人都闻到了异常刺鼻的酒精味。之后映入眼帘的景象更是让专家们哭笑不得。原来这几个盗墓贼为了给衣服保鲜，竟然将它们都浸泡在酒精中。可问题在于，这些衣服都是丝绸制造，哪里经得住酒精的腐蚀？于是，一件完好无损的衣服就这样被折腾成了一堆碎布条。可就是这样一堆的碎布条，也是国家1级文物，更何况是那具尚还可以称之为完好无损的女尸呢？5月，考古学家对这具古尸进行了解剖研究。当他们把蒸馏水注射进尸体血管的时候，他们清楚地看到液体在血管中流动的迹象。随即，考古学家初步判断了这具尸体的基本特征：身高大抵在1.6米左右，性别为女性，血型为 AB 型。该名女性去世后，尸体做过专门的防腐处理。结合挖掘的情况来看，就是将一层中草药磨碎，变作淤泥铺在尸
体的表面。这也是说，如果考古学家对这层淤泥进行解析，那就或许能找到其中防止腐朽的秘密。可惜的是，墓地被盗墓贼搞得一团糟，根本就无法还原这些中草药的成分究竟是什么。最终，考古学家只能做出2点推测：首先，尸体之所以能够长达2000多年不腐朽，是因为它一直处在一个密封的环境中，在这个环境中，细菌不容易滋生，自然就能延长这个尸体的保存时限。其次就是尸体本身还保有了许多的胶原纤维，只不过考古学家也不大清楚这些胶原纤维从何而来，又是如何一直存在于尸体之中的。专家们猜测，应当是尸体上还保留了某种防腐烂的药剂。总而言之，由于盗墓贼的介入，整个古墓尸体的最初状态已经无法得知。湖北千年古墓中又出土了《道德经》的另一版本，难道我们一直以来都读的都是伪造的《道德经》吗？关于老子的真相究竟是什么？众所周知，《道德经》不止一个版本，比如说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《道德经》，就跟眼下流行的版本有着天翻地覆的差别，大概每一句话都有1、2个字是有出入的。可别小看这1、2个字，有些时候正是这1、2个字就能颠覆整个文章的意思。而由于秦朝时期的焚书坑儒政策，人们也的确很难找到比汉墓出土的文献更早的存在。幸运的是，荆门古墓给了考古学家这一希望，其中还真发现了《道德经》的又一版本。要知道，荆门古墓出土的版本时间大概是战国，而马王堆则是汉代，在这就跨越了大几百年的时间。但是这座古墓却不是出土女尸的那座，而是又一座被盗取的古墓。2座古墓隔的距离不是很远，因此将之都归在了荆门古墓群中。当时考古学家正在全力攻关这座女尸墓，又听闻附近的古墓也被盗取了，于是一群人又连忙跑过去抢救，奈何时间实在是有点太晚了，整个古墓已经被盗墓贼挖空了。就在专家们要失去信心的时候，几只竹简映入眼帘。一番寻找过后，专家们共找到了上百只竹简，竹简上的文字清晰可见，其中有一篇还是《道德经》的原文。见此情况，专家大喜，连忙开始翻译工作。这一翻译就是20余年。那么在这竹简文字中，专家们究竟发现了什么呢？简单来说，对竹简文字的翻译，专家们判定《道德经》肯定不是老子走出函谷关写的。其次，整个竹简只有短短的3000字，与传说的5000字还是有所区别的。最后，也就是比较重要的一点，在竹简上根本就不存在着什么《道德经》，而就是老子、甲乙丙这些文字。换言之，后人所言的德经和道经这一说法，或许还值得商榷。在主流的《道德经》版本中，开头便是道可道，可在竹简之中，第一句却是绝志气变，这顺序着实不符合大家对《道德经》的认知。可问题在于，就连翻译者本人都不知道竹简为什么要这么安排。如此一来，整个《道德经》就愈发的变成了一个谜题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也正是因为这些竹简的出现，让人们再次的认识到《道德经》的魅力。1998年，基于这些竹简的存在，美国汉学家特意召开了一次国际重大会议，目的就是讨论该如何定位竹简的存在。尽管到了现在，也很难说关于《道德经》人们是否有了某一个统一的结论，或许只有等到更多文献的出土，才有可能去验证一些猜测和猜想，也才有可能去还原老子的真实面貌。看到这里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。